Good morning,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金沙，这是我本金20万美金的实盘账户，我的目标就是把它做到100万美金。第一期的2025选股策略，我们讲了一下基本面分析。那么这一期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干货，那就是技术面分析。看完这个视频会告诉你，华尔街的所有大佬究竟是用什么办法赚到所谓的天量财富的。同时，我还会教给你4大简单实用的指标，让你和周润发一样，可以看透庄家的底牌。好的，我们先来聊一聊股票分析的2大流派，第一就是基本面分析，第二就是技术面分析。上到神仙，下到隔壁的王大爷，这2招都绕不开。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什么是基本面分析呢？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好比你去超市挑西瓜，首先去之前，我们会先了解好季节、品种以及产地，对应着就是宏观、行业以及公司的基本面。然后我们就要把坏的品种剔除，比如说剔除差的资产、差的财务，或者是差的公司治理。这一步基本面分析做对了，你至少不会踩到大雷。当你做完基本面分析之后是要干嘛呢？就是要拍一拍它的西瓜，观察观察它的纹路，量一量它的重量，我们就能判断它什么时候坏以及什么时候最甜。这时候就是要谈一谈我们的技术面分析了。技术面分析的核心价值就是把资金行为可视化，帮你解决4个战术问题：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加仓，以及什么时候止损，还有止盈。不过我们要明白，所有技术指标本质上都是基于历史数据的滞后工具，在消息面突发、低流动性以及震荡行情中，很容易产生假信号。所以说，技术面不是万能钥匙，对散户来说，它更像一种战术辅助工具，帮你有纪律的操作，但是不能替代基本面的判断。肯定有人会问，金沙，你看那些电影里面华尔街的大佬看一堆屏幕，各种各样的指标，怎么能说技术面分析没用呢？没错，金沙读完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论文，这个论文涵盖了全球近1万多个基金经理，发现约1/3的基金经理会使用技术分析，剩下的是完全不使用技术面分析。研究表明，使用了技术分析的基金比没有使用技术分析的基金的整体投资回报率都会显著的高一些，但同时波动率也会更高，而且这个研究非常严谨，所以它的结果是具有统计学效应的。那么你们肯定会好奇，这些优秀的基金经理他们究竟在用什么指标呢？那么金沙马上会介绍4大无敌指标，我会对这些指标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你们如果想看我把这些指标运用在实战之中，请一定要关注以及点赞评论，才不会错过我之后的视频。那我们先从4大指标中的第1个指标开始讲起，那就是成交量。成交量的定义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它一共成交了多少股。听起来简单吧？但是它就像股市里面的心跳，它能告诉你资金到底有没有力气支撑股价。那么我们怎么看成交量这一个指标呢？有2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放量上攻，比如说当股价突破特定位置时，突然一根成交量的柱子突破了成交量的20日均线，那么这大概率是一次真突破。这时候买入，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做有 edge， 所谓的就是我们的赢面更大，胜率更高。就像打牌一样，如果你有 edge， 精通数学的人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要牌，什么时候该弃牌。相反，如果是一次没有量能的突破，大概率这就是一次假突破。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观察成交量也会有短板，比如说财报日、指数调仓日，甚至期权到期日，成交量都可能会被外力扭曲，不一定代表真实的市场情绪。第二，我们就要谈一谈均线策略。均线就是通过计算一段特定时间内股票的收盘价而得来。一句话概括，均线就是最好的滤波器之一。均线会帮你过滤到非常弱势的股票。主流组合一般有2种，20日以及50日均线代表的是中短期的行情，50日以及200日的均线代表的是中长期的行情。那么我们怎么使用呢？如果20日上穿50日均线就是金叉，反之下穿则视为死叉。金叉代表着买入，死叉代表着卖出。切记，均线也会是滞后信号最大的一种技术面分析。同样的，我们也会讲一讲怎么实战。第一，只做股价在200日均线以上企稳的多头趋势股，回踩20日或者50日均线企稳，则视为一次加仓点。但是金沙也在这儿提示一下风险，单靠2根线交易的风险尤其的大。最好一定要结合其他指标进行信号共振。有一句话我也不得不说，如果真的有人只靠这2根线进行交易的话，还是那句话，请私信我，等你老了之后，金沙要卖保健品给你。第3个就是指标之王 MACD， MACD 是由快线 DIF、慢线 DEA
以及它们的差值组成的柱状图而构成。它的入门用法就是金叉做多，死叉做空，和均线同理。它也有一种高阶用法，我们可以结合股价进行动量分析，比机构更快入场，再比庄家早一步出场。使用方法就是，当股价上涨时，柱状图的波峰比前一次低，代表着动量不足，股价可能会回落。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股价创出了一个更高的高点，但是柱状图的波峰比前一次低，你们看股价是不是回落了？同理，在股价下跌的时候，柱状图的波峰并没有比前一次低，代表着卖盘不足，股价有概率会回升。一句话让大家理解明白：股价涨，但是动能弱，可能会下跌；股价跌，但是卖压少，大概率会回升。最后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 RSI 相对强弱指数。巴菲特名言：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正是应验了 RSI 指标的有效性。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当 RSI 大于70的时候，代表着市场过热，市场过热代表着超卖，那么这时候就应该卖出。如果 RSI 低于30，代表着市场超卖了，这时候应该进行买入。好的，关于大佬在使用的4大技术面分析指标就先讲到这里。成交量代表着买盘的真假，有多少人在买；均线代表着整体趋势硬不硬，能不能随风而动；MACD 代表着动量足不足，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抄底；RSI 告诉你市场节奏快不快，有没有超买超卖。听完这4个指标，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简单？觉得华尔街的大佬们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那么你们就错了，华尔街大佬才不是孤军奋战，他们会把技术指标嵌入系统化、量化以及一个自动化交易程序中，从而提升效率，降低人为误差。这就是为什么散户在追涨杀跌，而华尔街大佬们在收割韭菜。记住，真正能决定你是否成为一个伟大的交易员，并不是你对单一指标的应用，往往是你能不能看得准以及看得远。朋友们，问题来了，你们最爱使用的是哪一个技术分析指标呢？请把答案分享在评论区。我每条评论都会看。最后，金沙会持续输出优质的财经内容以及财富密码。如果你们想看我如何应用这些技术面分析指标，在我个人本金20万美金的实盘账户中，你们一定要关注、点赞以及评论哦。那么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记得点赞关注哦。